上集讲到，曹操占据了兖州，那么袁绍和袁术等人分别占据哪里呢？刘备、关羽、张飞在正史里是如何记载的？他们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备的成长史及袁绍与袁术争霸。曹操虽然占据了兖州，但此时天下最具实力的当属袁绍和袁术。袁绍之前是渤海郡太守，韩馥是冀州牧，是袁绍的顶头上司。可是韩馥既是袁氏的门生，袁绍又是讨董联军的盟主，因此韩馥非常忌惮袁绍，担心袁绍抢他的位置。于是他故意削减袁绍的军粮，迫使袁绍的部众离散。事实上，袁绍早就想独霸冀州了。正在这时，韩馥的部下曲义叛变，袁绍便趁机与曲义结盟。之后，他又听从庞纪的建议，暗中指使公孙瓒攻打冀州。公孙瓒率军攻打安平县，韩馥抵抗不住，非常的恐慌。袁绍派人游说韩馥说，如果袁绍和公孙瓒联手，你根本就不是对手，不如你把冀州让给袁绍。这样的话，一方面你有了让贤之名，袁绍一定会感谢你；另一方面，公孙瓒也会退兵，你的安危也就有了保证。韩馥本就性格懦弱，恩威并施之下，竟然主动地将冀州让给了袁绍。袁绍封他为奋威将军，一个既无兵又无权的空闲，韩馥只好去投奔张邈。有一次，袁绍派遣使者去见张邈，两人只是当着韩馥的面耳语了几句。韩馥以为他们在密谋杀害自己，终日惶恐不安，不久后在厕所里自刎而死。至此，袁绍带领冀州牧得到了整个冀州。再来看袁术，190年，他上表朝廷，任命孙坚为豫州刺史，然后让他率军出征，讨伐董卓，他自己则负责给孙坚提供粮草。孙坚一举击败了胡轸和吕布，斩杀华雄，攻入了洛阳，名声大振。这让袁绍非常的担心，袁术不仅占据着南阳郡，还得到了豫州，孙坚又率先攻入了洛阳城，无论是功勋还是实力，都已超过了他这个盟主。于是他不等孙坚返回豫州，就立即任命周昂为豫州刺史，并偷袭豫州的阳城。可是孙坚返回后疯狂的反扑，周昂哪里是他的对手，战败后逃往了扬州。至此，袁绍和袁术两兄弟便彻底的翻脸了。为了对付袁绍，袁术联合了公孙瓒和陶谦，三面包围袁绍，袁绍则联合了刘表和曹操，南北钳制袁术。至此，两大阵营正式形成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袁绍的盟军刘表和陶谦。刘表，字景升，山阳郡高平人，即今天山东省微山县人，西汉鲁公王刘虞的后代，属于汉室宗亲。荆州刺史王睿被孙坚斩杀后，董卓便任命刘表为荆州刺史。刘表上任后，将荆州的治所从江陵迁到了襄阳。陶谦，字公祖，丹阳郡人，即今天安徽当涂人。他的父亲曾担任过余姚县县长，但他幼年时父亲就去世了。14岁时，苍梧太守甘公见陶谦相貌不凡，便把女儿嫁给了他。之后，他被举茂才，拜为尚书郎，又先后出任过舒县和卢县的县令。188年10月，青州和徐州的黄巾军复起，朝廷任命陶谦为徐州刺史，率军镇压黄巾军。再来看袁术的盟友公孙瓒。公孙瓒，字伯圭，辽西令之人，即今天河北迁安人。他虽然出身贵族，但由于母亲地位卑贱，所以只能担任主办文书的左吏。因其长相俊美，才智过人，受到了太守的赏识，被招为女婿。在其岳父的资助下，他与刘备和刘德然等人前往卢植的门下学习。之后，他被举孝廉，担任辽东郡的长史，之后又任命为涿县的县令。191年，青州的黄巾军聚众30万人攻打渤海郡，公孙瓒率领2万步骑兵，在东光县以南大破黄巾军，斩首3万余人。黄巾军丢掉辎重，准备渡河撤退，可当他们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，公孙瓒突然率众出击，黄巾军再次大败，死伤了数万人，7万多人被俘，车甲财物无数。经此一战，公孙瓒名声大振。当年与公孙瓒一起在卢植门下学习的还有刘备和刘德然。刘备，字玄德，涿郡涿县人，即今天河北省涿州市大树楼桑村人。
他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，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，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兄长。他喜好酒色，子孙竟然有120余人。刘胜的儿子刘桢被封为潞城亭侯，其封地就在涿郡的涿县，因此他们这一支就一直在涿县安家，并逐渐发展了起来。据考证，刘备是中山靖王的第17代玄孙，按照辈分，汉献帝刘协都要管他叫一声皇叔，因此大家都叫他为刘皇叔。家族发展到他祖父刘雄这一辈时，没有了侯爵，只是举孝廉，任命为东郡范县的一名县令。到他的父亲刘弘这一辈时，由于父亲早亡，他只能和母亲以编织草席和贩卖草鞋为生。15岁时，母亲让他与同宗的刘德然以及辽西人公孙瓒一同跟随当代大儒，同是涿县人的卢植学习。刘德然的父亲刘元起经常资助刘备，将他和刘德然同等对待。但刘备不爱读书，也不爱说话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他喜欢结交豪杰，当地的豪侠都争相依附刘备。184年，黄巾起义爆发，24岁的刘备在涿县组织起了一支义勇军，关羽和张飞也加入其中，开始镇压黄巾军。关羽字云长，河东郡谢县人，即今天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谢州镇人。早年因为犯了事，逃离家乡，流落到幽州的涿郡，加入了刘备的义勇军。张飞字翼德，《三国演义》里写为翼德，幽州涿郡人，即今天河北保定涿州市人。至于《三国演义》里所描写的桃园三结义片段，在正史中并没有记载。188年，他们又参与了镇压张纯的叛乱。战争结束后，刘备被任命为安喜县县尉。后来朝廷要淘汰一部分官吏，涿郡的督邮准备遣散刘备。刘备得知后想求见督邮，但督邮不肯见他，刘备便怀恨在心，将督邮绑起来，狠狠地打了200皮鞭后，与关羽和张飞弃官而逃。后来朝廷在丹阳募兵，丹阳即今天江苏省丹阳市。刘关张三兄弟在这里应召入伍，之后他们在下邳与盗贼的战斗中立有战功，刘备被任命为下密县县丞，之后又做过高唐县县尉以及高唐县县令。然而不久后，高唐县被盗贼攻破，刘备无处可去，只能去投奔他的老同学公孙瓒。公孙瓒将他任命为别部司马。从此他们3兄弟便在公孙瓒的军中开始效力。191年，袁绍和袁术的2大阵营已经形成，袁术率先向袁绍发起攻击。他让孙坚率军驻守在阳城，袁绍得知后便派周昂率军前去攻打。袁术担心孙坚防守不住，此时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越刚好率领1000余骑兵在袁术的军中，于是他便派公孙越前去支援。结果在战斗中，公孙越被刘建射中后当场毙命。公孙瓒得知后非常的愤怒，他立即给朝廷上表，列出了袁绍的10条罪状，之后发兵前往广宗城，即今天河北省威县以东8公里处，准备讨伐袁绍。面对袁术和公孙瓒的共同进攻，袁绍非常的恐慌，连忙将公孙瓒的另一个堂弟公孙范任命为渤海太守，以求和公孙瓒达成和解。然而公孙范得到了渤海郡的兵力后，立即背叛袁绍，与公孙瓒的大军会合，共同去攻打青州和徐州的黄巾军。他们一路势如破竹，一直打到了界桥，即今天河北省威县以东11.5公里处。接着他任命严纲为冀州刺史，田楷为青州刺史，并重新任命了各地的郡守和县令。冀州的长吏们都望风响应公孙瓒。此时袁绍的大军驻守在广专县，即今天河北省枣强县东北，与公孙瓒只相距20余里，双方的大战一触即发。公孙瓒率先发起攻击，他将2万步兵排成方阵，5000骑兵配合在两翼向前推进。袁绍则让曲义率领800精兵在中间，1000余名强弩兵排在两翼前往迎击。公孙瓒见袁绍的兵力如此之少，便让骑兵纵马出击。然而曲义让士兵们伏于准下，等公孙瓒的骑兵到达10步之内后，一起发起攻击，公孙瓒大败，严纲战死。曲义率军追击，一直追到了界桥。公孙瓒率军还击，再次大败。袁绍命令崔居业率兵攻打公孙瓒的固安县，
但久攻不下，引军南归的时候，在拒马水被公孙瓒大军追上，斩杀了7、8千人后，大败而逃。公孙瓒趁机攻克各郡县，一直打到了平原县。他让青州刺史田楷占据齐国，任命刘备为平原县县令，之后又任命他为平原国国相。192年，公孙瓒让刘备驻守高唐，单京驻守平原，他自己则率军前往龙凑攻打袁绍。龙凑即今天山东省德州市东北，结果再次战败，只得退回幽州，不再出兵。此时，黄巾军率众攻打北海国，北海相孔融抵挡不住，派人向刘备求救。孔融，字文举，鲁国人，即今天山东曲阜人，东汉末年的名士，建安7子之一，孔子的20世孙，《三字经》里孔融让梨的故事，说的就是他。刘备收到消息后，惊讶地说道：“没想到北海相孔融居然知道我刘备的存在。”于是刘备立即派遣3000精兵前去支援。黄巾军听闻援军正在赶来，吓得连忙撤退。最终孔融得以解围，刘备则与田楷都驻守于齐地。至此，袁绍与袁术的第1轮对战就此结束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